嗨，欢迎回到龙树菩萨的课程，我是格西麦克罗区，这是我们的第3集课程，将探讨一本相当出名的著作，或者可谓继佛陀之后最负盛名的佛书，书名就叫做《智慧》，我们尊称为正者的龙树菩萨所著。想当然，正者指的是可直观空性的人。事实上，他的名声来自于他能直观空性。有时他被称作正者，他活在差不多刚好2000年前。我认为他与基督使徒多默两者间正好有些有趣的关联。他和龙树菩萨都到过印度，龙树菩萨确实领悟了佛教空性的教义。700年后，他再度唤醒了这套哲学。我认为他成为正者的其一征兆在于：第一，他为人风趣，绝顶聪明，就算授课时也是如此；第二，他非常喜欢写寄颂，而且他为人非常的简单，所以我想这也是可以看出他确实已能直观空性的一个征兆。他倾向讲话简单明了，写出那本巨作对他而言像在唱歌一样。书名也取得很简单，叫做《智慧》。在梵文，我们稍后会再说明，叫做 Pasyan。印象可以看出他是正者的原因，再者，他的书名就取名叫做《智慧》，之后人们称他为智慧文本的根本，或是中观根本慧论。但龙树菩萨本人倾向取名为智慧。我们要如何看见空性？我要如何帮助你看见空性？光是那本南瓜27首简短寄送的小书，你知道吗？2000年来，有上百篇粗鲁的评论，都是在评论这27首寄送，而且他们全部都在教导空性。那些你听过的，我听过的，所有空性教导，在西藏、中韩日，全部都是以龙树菩萨智慧为本出发。大约3年前，我们在上道次第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是个挺不错的时机点，都能当做一道甜点，来学习正者龙树的智慧。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药师佛修行，特别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我想那真的会很酷。如果我们结合龙树菩萨的智慧和药师佛的修行，我个人真心觉得，若你不明白药师佛修行的空性，药师佛自身的空性，药师佛咒语的空性，那么那些修行的效果就不大。它会起作用一点，咒语会有点作用，以及所有不同的法门，例如冥想、静修、拯救动物的生命，这些都是极具力量的作为。但倘若你真的了解修行的空性，若你真的了解拯救某人生命的空性，那么在我看来，这些修行的效果可上乘1000倍。所以我们要一起研习龙树菩萨的智慧，然后时不时将它与药师佛的修行连结，就像充电器中加装了一枚引擎，额外的推进器像一枚火箭，让你的药师佛修行更上一层楼。我计划5年内讲完智慧文本27章，这大概是众多精彩的评论之中最伟大的一部评论，由月称佛护、轻便几位极伟大的古代印度评论家所著。接着是宗喀巴大师，继正者龙树菩萨1200年之后，
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龙树中观根本会广释之正理海空性之海》。这是一部针对27偈颂极为出色的注释，就连宗喀巴大师写的书也很难懂。在那之后，丘尼喇嘛大约在宗喀巴大师之后的200-300年，他写了一本有趣的书，名叫《一艘可以穿越空性之海的船》。这表示连宗喀巴大师写的评论都太难懂了。我们需要丘尼喇嘛给我们一艘船，才不会在宗喀巴大师的书中被淹没。所以，我们即将研读丘尼喇嘛的注解，我会采用那套。课程进行期间，我会边翻译边上课，这非常困难。没有丘尼喇嘛，我认为我们无法正确理解龙树菩萨写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，我们将回顾第一堂课是复习，我们已经完成的章节。我们确实讲完了前8章。龙树菩萨的智慧。我们今天这堂课只会复习那部分，我们会一一浏览这8章，并一同回顾。第1章叫做条件调查。27章中的每一章都被称之为 Parisha。Parisha 的意思是调查或检查，或对某个主题的分析。所以，龙树菩萨会针对特定主题。第一个主题，我们探讨因是什么导致了其他事情。一粒种子如何产生一棵树？所以，第1章Parisha检查或调查，感觉就像福尔摩斯在调查案件。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？种子是如何产生树木，以及药师佛是怎么治病或病症，它是如何运作，这些条件究竟如何运作？在第1章中，龙树菩萨透过4个经典条件，在龙树菩萨提出前由阿毗达摩所述，在龙树菩萨之前，所以他在寻找起因。咒语如何治病？在药师佛的案例中，一棵树的种子如何真正制造出一棵树？这就是 Parisha， 这是第1步的检核，也是智慧中最著名的一句话。事实上，这甚至不是出现在第1章，而是书一开头的传统行礼仪式。所以顶礼是一项传统。当一开始拜读伟大的佛教评论、伟大的佛教书籍、经典或经文时，你向你的老师顶礼，或者向一些圣物顶礼。龙树菩萨所选择顶礼的对象，永远都是他所要讲述27章的内容。他的书一开头，他要选择向谁顶礼，他要向哪节经文、哪段经文、哪段文字顶礼。在书的一开头，这些都是龙树菩萨最著名的格言，也可能是关于空性最著名的格言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把它们背诵下来，是件很值得做的事情。他所顶礼的主题是什么？顺带一提，我将为大家附送出这段文字。他向佛陀顶礼，这非常非常有趣。他以抗开始这段偈颂，在梵文中一样，这是开始一首偈颂颇为著名的手法，有点像猜谜游戏。他说：“我在想一个人。”然后他描述了这个人，
然后你应该猜猜这个人是谁，看到吗？这是个梵文传统的赞文，或对某人的赞美，歌颂某人。我想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有一头金发和棕色的眼睛，很讨人喜欢。猜猜我在说谁？那你应该猜猜他在说谁。所以这两段寄送，梵文中的2个 slokas， 他们是大概关于空性最著名的寄送，有史以来。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含义。我们来谈谈解释这段梵文的意义，对不起，这段藏文的意义。我们可以找个时间看梵文的部分。我在想，有人在教一种概念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其来有自。如果这件事发生了，那件事就会发生。若那里有颗种子，又有水，就会长出一棵树。如果这个咒语，若这有药师佛咒，并正确被持诵，那么它可以治愈疾病，或者它可以带领某人开悟，懂吗？他认为有人教过我们的事情是如何运作，因为这本书的整个主题就是世事并非如你想象的方式运作，世事并非如你想象的方式运作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有一个花园，是该种些花的时候了。我把种子种入土里，我给它们浇水，把生物炭放入所有植物上，然后有时它们会长，然后有时候它们完全不会长。最近我种了3棵桃树，其中2棵种在非常好的土壤中，它们有充足的水源，没有石头，它们却没有长得那么好。其中1棵种在有岩石的土壤中，就在中间，你知道，那棵不应该长的，但它却长大了，所以这代表事有蹊跷。这代表是我们认为事情的因，并不是因。我们认为不是事情的因，才是真正的因。我会说，我们认为会造成果的因，不是因。抱歉。我们认为不会造成果的因，反而才是因。然后他进入一个概念叫做，这对我们的复习非常重要。8种不同的不可能，8件事是不可能的。例如，一粒种子无法长出一棵树，这不可能。咒语不能治愈疾病，这不可能。不可能。有3种，抱歉，有8种不可能。在他第一次向佛陀顶礼时，郑成龙树给我们8个不可能，从这里开始。Kappa Maple， 没有什么能阻止你怎么想，疾病不会止于咒语，如你所想。Gameba， 你对持咒的理解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Chepa Meba Dameba， 事情不会停止，事情不会中断，也不会随着时间而继续，如你所想的那样。Omba Meba Gameba， 即使你走去坐在你的冥想垫上，然后你念你的咒语，再从你的冥想垫上起身，以及你坐在冥想垫上起身后持诵你的药师佛咒，即便如此，事情也并非依你所想。如果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坐下，你将如何理解怎么念咒语呢？更复杂的是，即使你坐上坐垫，你不知道确实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如果你坐在坐垫上念咒语，要怎么做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所以必须明白咒语的空性、药师佛的空性、坐下来的空性和站起来的空性。事物不是各自分开的，现在我和镜头不是分开的，但我也不是分不开的。我不是分开的，但也不是分不开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种子和树是分开的吗？药师佛咒和治愈疾病
或达到证悟的境界是分开的吗？他们是分开的，还是一体的？若他们是分开的，彼此相关吗？如果它为一体，那你为什么还必须持咒？因为已经开悟了吗？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这里的 chopa 指的是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错误的想法投射在别人身上。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厨房的老公。我们结束了辛苦的一天工作回家，我们平静地走进厨房，我们不想吵架，然后突然间丈夫开始怪怪的讲一些话，然后你说哇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他今天似乎看我很不顺眼，但我什么都没做。这是 chopa 的一个例子。chopa 意味着你在编造一个有关你老公的故事，但之前你什么事都没做，这就是所谓的 chopa 编出来的有关老公的故事。事实是，正如你所知道的故事。你上周对你的孩子大吼大叫，对吗？你上周做了某些事情，但你自己编造了一个关于老公的故事，这就是所谓的 chopa。龙树菩萨说，这个人，我在想，他还没有明确的说谁。我在想，有个人教了我们如何停止编造那些虚假的故事，关于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。有东西教会了我们相体如何获得平静，也就是要你停止编造关于你老公愚蠢的故事。Don't be Sangi。然后最后的第二节的后半部分，他说：“你猜怎么着？我会告诉你他是谁。”完全证悟的佛陀，谁是所有老师中地位最高的？就是那个人，那就是教导我们的人。种子是如何造树的？他教导我们为了老公会大呼小叫，他教导为何药师佛咒会奏效。这就是完全证悟的佛陀，噔噔噔，最伟大的老师。再来，我向这位老师顶礼。英文翻译和中文顺序会颠倒。所有老师中，我向最崇高的那位顶礼。那位完全开悟的老师，他教导我们获得那份平静，在那里一切关于事物如何存在的幻想都得以平息。我向教导我们的人顶礼。凡事发生皆相互关联，凡事没有结束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终止，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无处来，也无处去，没有两件事是不同的，或完全相同的。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开头。如果你今天会死，至少你听到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。这是第一句记，真的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应该背下来，也许用你自己的语言。顺道一提，不管用什么语言，重点是你要去学习，然后在你的脑袋中吟唱。好，那我们快速的讲述这8个不可能。这是第一个本尊，这是第一张照片。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结束。如果你持诵药师咒、药师佛咒，不要指望你身体的问题或所爱之人病痛终止，因凡事没有结束，事情不可能结束，因为你持诵的咒语。现在这听起来很消极，听起来格西老师在告诉你，放弃持咒这件事不是那样的。你认为念咒语会有效的方式是错的。如果你认为咒语会有效的方式错了，那就会影响咒语奏效。咒语会自己起作用吗？在某种程度上，咒语具有力量，但若你明白它背后的道理，那才会奏效。所以一开始非常有趣，有一场大辩论。龙树并没有说凡事没有开始，没有终止。他说凡事没有终止，没有开始。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论，讨论他为何从终止开始，而非从开始开始。你们要好好想一想。有个原因令他心情消极，
有线索了吗？是空性，那里少了什么？先别那么想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那样想。接下来，他谈到凡事如何开始，同理，他们如何无法恒久不灭，他们怎么来，怎么去，这大概就是第一章的总结。若要仔细教授本书内容，起码要花上20年。所以我试着传授重点观念。第二章的名称为探索来与去。上文主题是：如果无我，也无我的，那么究竟是谁来此生？谁去来世？如果无我，是谁诞生？是谁往生？是谁投往来世？所以第二章就是在研究，根据前面几行经文，不来也不去，那么谁进入此生？谁舍离此生？你可能记得，顺带一提，我鼓励你回顾复习前面的教导。知识库网站应该有吧？如果前8章你没学到，我相当鼓励你观看影片复习前面8章，因为本书很深奥。如果没有运用前面几章，打好基础，后面几章读起来恐怕很吃力。虽然前面几章准备起来也很吃力，但是不准备的话更吃力。同学若记得我们在第2章讨论过的道的第3次第，我们会播放走路的照片，对吧？行走在道上，有个观念是这条道路的某部分，你已经走过了，有一部分即将踏上，还有一部分是中间，也就是你目前走的道路。你已经走过的部分有多长呢？未走的部分有多长呢？现在走的这段有多长呢？或许这段路很短，短到看不见。你已走和未走部分之间的分隔线究竟在哪？那条线有多长？你或许会问，格西老师，谁在乎啊？就是说嘛，谁在乎啊？你会持药师佛咒，对吗？你会这样开始持咒，你们说最后你说手哈，或者是结束的咒语，咒语会有开头，已经念过的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咒语尚未进行，有一部分你目前正在持诵，但是如果没有咒语开头和结尾，中间不可能存在，但是开头部分已经结束，结尾还没念到。如果你持咒持到一半，介于两者之间，但其中一部分不存在，或两者皆不存在，那你要如何持咒？你要怎么持咒？这是第2章的内容。如果这个问题你现在答不出来，就去复习第2章吧。那我们来看看第3章。顺带一提，头2章是在第1堂龙树菩萨课一起教的。现在复习第2堂课的内容，之后就会正式开始本次课程，也就是第3堂。我计划5年教完这门课，我们可以在5年内享受这本伟大而精彩的著作。我们每年讲15堂课，所以在75堂课内可以讲完本书，大概吧。如果你有空，你应该好好学习。你可以学习月称菩萨的论述，宗喀巴大师的论述，这些论述讲起来可花时间的。但这5年的5堂课，
应该会让你对空性建立起深厚的理解，然后你可以运用这份理解进行药师佛修持，还有运用在生命当中。第3章是探讨力量，所谓力量在这里指的是 Indriya， 指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包括你的五识及意识。以下有3章，第3章、第4章、第5章呈现佛陀讲授的主题，与他早期传的法有关，初转法轮，例如阿毗达摩，基本的阿毗达摩。佛陀传法早期，众所皆知，他从不否认任何概念，他只说让我们学习五识，让我们学习元素，让我们学习人的五蕴。他不说这些东西不存在，那是二转法轮时才发生的。你记得佛陀共转了3次法轮，初转法轮，瞧，大家都五识和意识，也有五蕴，还有其他你们称为5大的部分，对吗？构成人类的化学物质或5大元素。初转法轮中，佛陀也没说这些东西不存在，或者它们是空的。所以接下来的3、4、5章，我们会提到3个主题，是佛陀传法早期还没谈空性时说的。我猜他可能后来突然跌倒，头撞到砖，才开始宣讲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，一切皆空。结果所有弟子都傻眼了。3转法轮时，弟子更傻眼了，只好问佛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否撞到头呢？因此，接下来3章讲基本佛教的主题。我本来以为很安全，结果不难，他们也乱七八糟，挺烧脑的。龙树菩萨的特色就在此，他要你明白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根本上就有问题，有个潜藏的状况是你不明白的。为什么？你花了30到50年的时间试图搞定人生，赚钱，培养关系，身体健康，当一个快乐的人，你挣扎挣扎再挣扎，但是不知道为何就是不管用。你还没注意到吗？真的还没注意到吗？大家都练瑜伽，我有朋友一天到晚练瑜伽，但很快就要动髋关节手术了，因为瑜伽让他们的髋受伤。等一下，瑜伽不是应该让我健康吗？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。这个咒语让我好紧张。对，事情总会发生。为什么这不管用呢？事情不是这样，光靠咒语本身还不够。咒语会管用是因为其他事，所以我们会探讨生命的基本事实。龙树说，听着，这不太对劲。每天运动的人，髋居然要开刀，也有人没怎么运动，像 Pachi 看起来状况很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了？我们会试着探讨。可疑，事情太可疑了。在美式英文中，可疑也称作闻起来有臭味，意思是事情不单纯。我刚买下一间咖啡馆，也不是刚买啦，2年前买的。我应该去县办公室，政府在当地设的小办公室，请求他们问，拜托，我想在厕所加一扇新的门。办事员会签章并同意，好，加上门。但是花了我将近2年，才让他同意这扇门签章。我便开始想，事情不对劲，是不是其他家餐馆老板付钱给他，让他不给我许可，或他希望我贿赂他？我实在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所以我会用可疑这个字。可疑就是某件事正在台面下进行。龙树说万事皆可疑，
再说一次，万事皆可疑。难道你没注意到练瑜伽的人去动了髋关节手术，像 Tim 一天到晚吃个不平，看起来好得很，而且瘦巴巴的，难道这背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你不认为吗？龙树的理论是，事情不对劲，事情不是如我们想象般运作的。有些人整天吃，看起来是很好；有些人只啃胡萝卜，一天一餐，结果却得了新冠肺炎。不晓得，事情不太对劲吧？我们已经讲过的第3章，就是在谈五事如何运作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眼球还是先有颜色和形状？这太不一致了，事情怪怪的。龙树说，这实在太可疑了，这实在很怪。有一瓶橙色液体，你的眼睛，格西老师的眼睛已经待在沙发上，结果他一看到橙色，事情就不太妙。格西老师的视力可能有问题。顺带一提，如果格西老师的眼睛比橙色还早出现，我们就不能称为眼睛，因为他什么都没看到，好吗？除非他看到事物，我们才能称它为眼睛。你不能说格西老师坐在沙发上，戴着眼睛，然后他把双眼转向有橙色果汁，才看到橙色果汁。格西老师的眼睛早在果汁出现前就开始运作了。你不能这么说，为什么？让事物显现不是眼睛的功能。若没有看的功能也叫眼睛，那你的鼻子也算眼睛，因为它不会观看事物。好，这是说不通的。我再讲一次，龙树的东西就是要一再解释。格西老师的眼睛看到橙色之前，有在沙发上吗？龙树说没啊，你疯了。你说 no， 我之前在沙发上，然后我拿起柳橙。拜托，你是说你的眼睛在你还没拿起柳橙前就是眼睛了吗？对啊，眼睛等待着，然后柳橙出现了，是吗？何谓眼睛？眼睛可以看到事物，但是你的眼睛在你还没拿到柳橙前，还没拿起柳橙前，还没开始看，所以不能算眼睛，懂吗？当你拿起柳橙后，眼睛已经不在了。拜托，柳橙出现了，一定是眼睛看到的啊！你看到柳橙之后，眼睛已经这么说好了，因为柳橙，所以眼睛成为观者，因此柳橙先出现，柳橙先出现，眼睛才出现。是啦，但如果你的眼睛不在，是谁看到柳橙的？老师说，你还不懂吗？某个不寻常的东西正在发生，那些年轻人都在动髋手术，一天到晚在吃药师佛咒的人也生病，怎么回事？他还要求我们想一想，从你的双眼开始。第4章，我指佛陀5大教导之一，就是人的5事、5蕴，对吗？你身上有5个部分：身体、感受能力、分辨能力，从你身上其他部分、其他东西，听身上其他部分。就像我睡觉时想尝试不打呼，才不会吵醒 Monica。总之，第5事就是你的心，原始的觉察。听着，佛陀从来没说龙树他们是空的，所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说他们是空的，龙树说，听好，若我讨论5蕴，你的5个部分，得花上1年。先谈你的肉身就好，好吗？第1部分，帕奇的手背、耳朵，雷贝卡的鼻子，我们谈你的身体。第4章叫做研究人的5部分，他并没有只研究4个。他说，先把身体搞懂，再谈其他部分。这位女士看着自己的手背，
制造她手背的因，可说是皮肤或皮肤中的化学物质。手背出现了，因才具足。要等到结果出现，才能看出因是什么。当你看到结果，你才能指认出因。看有人好转了，因是什么？他们有持咒，要湿婆咒。但是身体健康的因，在身体还不健康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，因此它们必须同时存在。如果你持咒抗癌，那么应该在你念完第一句之后，癌症就会消失。事情应该会如此运作。他说：试着去理解事物，这会让你的手背不是手背做的，因为手背要先出现，你才能说手背的因存在。直到结果发生，你才能称某事为因。如果没看到烟，你不能说有起火，不行。烟让我们知道着火了，手背存在让我们知道有手背的因。直到手背因为皮肤中的化学物质被制造出来，你才能说化学物质是制造手背的因。因为之前手背还没出现，若手背不在，果也不在，结果还没发生，你怎么能说原因已经出现了呢？这些结果还没有因。这就是第4章的内容。如果你很困惑，表示你在对的状态。OK， 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所持的咒，这就对了。你应该怀疑这些咒语的。拜托，难道你没注意到持药师佛咒的人，这些咒都流传2000年了，那些人还不是挂了？所以一定有什么在进行着，一定有另一个原因让咒语生效。话说回来，也不是所有的持咒者都不在了，其实他们有很多人都应该还在，只是我们没看到，我们看不到。好，第5章，研究5大，研究5大，这些就是沙丘梅鲁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很常听到一种说法，哦，这是火，他手中的是火，协助他创造双手，他也正在感受这团火。这些可不是2000年前的准阿育吠陀之事，不一样。例如今日物理学称之为惯性、重力或连结力，这些都是元素力量，不是榕树想到火存在你的手背之类的。顺带一提，榕树是元素大师，他是炼金术士，以炼金闻名。后来因为提炼金子惹上麻烦，故事很长。他知道化学物质的运作方式，他知道5大元素的运作方式，他也知道物理的基本力量，连结事物的力量，撕裂事物的力量。他了解惯性、重力这些东西。如果有某些力量潜藏在万物之下，如果这个瓶盖里面有火元素，那么这就会有温度，这不是绝对0度，对吗？所以有些温度，也有一些流动性，可以稍微延展，就有水有火。如果这些都有，那哪个先发生的？顺带一提，就在这里，在元素的探讨之中，龙树菩萨深入探讨你如何定义事物，你如何决定某个东西是火。你对火的定义是什么？我想火是导致热能产生的能量，具有燃烧的特点。我说火是产生热的能量，特点是燃烧东西。我是这么说的，这是火的定义。什么？火的定义是什么？他去 say 吧，很快用
上文说热与燃烧。好，所以哪个先出现？定义，或是你想定义的事物。你想定义的事得先出现，不然你不会知道自己在定义什么。我讲的不是香蕉，是火。那好，那你得告诉我你要定义的是什么？香蕉火，那你要定义的是什么？热和烫，先有哪个？火，再有哪个？热和烫。没有热和烫之前怎么可能会有火？你疯了吗？当然是先有的定义，才有要定义的东西。先有热和烫，然后你才说要定义的东西。香蕉，不对啊，可惜老师，香蕉与热和烫之间没有关联啊。那火与热和烫之间也没有关联啊。它只是个词语，甚至你连坐着的屁股是由什么组成，你都无法定义。那你怎么用药师佛咒呢？你要怎么使用咒语？第六章，别忘了，我们正尝试复习之前的8个章节。说真的，如果你尝试在没读过前8章节的之下，来和我学习龙树第3课，从第9章开始的话，你会更加困惑。但无论如何，也会是很有趣的。顺带一提，在寺院里，困惑是一种技巧。困惑是一种技巧，是一种公认的技巧。老师会坐下来，然后说，比如现在是12月，今天让我来困惑一下学生们。而老师在那个当下的目标就是让课堂上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怎么回事，然后大家都很沮丧，因此他们就会更用功或是放弃，那么你就可以排除掉不认真的学生，节省你的时间，而认真的学生就会更用功，因为他们既沮丧又生气，在课堂上完全听不懂。所以困惑是龙树这般伟大佛教老师所用的一种工具，因此若你困惑了，那是我故意的。倘若你没有困惑，那是因为我讲解得好。第6章是跑理想，欲望和感受到欲望的人。我们来谈谈欲望和感受到欲望的人。顺带一提，你现在应该嗅到或感觉到，在英文里面我们会说龙树疯狂背后的目的，它并不是随便乱丢课题。现在你已读了他的书的1/3，你就应该开始问自己，这个章节和上一个章节之间有什么关联？看似龙树的课题都是杂乱无章，而格基老师和丘里喇嘛给你们在第1堂课讲解了全部27章的逻辑，所以你们就别抱怨了。龙树的课题并不是杂乱无章的，它是有计划的。若看出它整体的计划，会是个伟大的成就。若你能稍微感觉到龙树在自论你的整体计划，那你就开始真正理解咒语如何运作了。这是我尝试找的欲望图片，而这是格西老师有的欲望。对，秋肉、空区或是油条、甜甜圈等的欲望。我在圣多纳找不到一家好吃的甜甜圈。宇宙最好吃的甜甜圈在瓜达哈拉机场。在哪？你有住地址吗？那我可能要搬到西圣多纳了。无论如何，所以是先有哪个欲望，还是感觉到欲望的人？那个女孩对甜甜圈有欲望，所以是谁先？女孩还是欲望？她是有欲望的女孩。在她有欲望之前，我们能否称她为有欲望的女孩？不能。是否要等到她有了欲望之后，才能称她为有欲望的女孩？是的。那是什么让她产生欲望？甜甜圈。所以甜甜圈要在女孩之前出现，对吗？在女孩出生前，甜甜圈就应该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直到甜甜圈出现之前，她都没有欲望，
所以甜甜圈得先出现，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想要甜甜圈的女孩。因此，根据定义，必须先要有甜甜圈，才能有对甜甜圈有欲望的女孩，对吗？对。可是，在女孩出现之前，你是不可能对甜甜圈产生欲望的。所以甜甜圈得出现在女孩之后，你要试着明白啊，试着理解到底怎么回事。如果先有女孩而没有甜甜圈，女孩要怎么对她产生欲望？如果先有甜甜圈而没有女孩，又怎么有一个对甜甜圈有欲望的女孩？若有一个对甜甜圈有欲望的女孩，甜甜圈就必须出现，必须先出现。但若女孩不先出现，又何来一个让女孩产生欲望的甜甜圈？她应该感觉到欲望，她心应该是有烦恼的。然后当她看到甜甜圈时，心中的烦恼就升起了，对吗？所以哪个先？这就是第6章。第7章叫做调查生住灭。另一个人就说，若事物会升起，那就不是空的；若事物会留住，那就不是空的；若事物会灭去，那就不是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有因。若事物不升起，怎么能称之为空？若事物不升起，怎么能称之为空？若事物不升起，怎能是空的？若事物会升起，又怎能是空的？空是指它们什么都没有，但它们有因。事物必定有因，否则无法升起。事物必定内在有因才能升起，因为事物不能无中生有，尤其是欲望不能无因而生，所以欲望必定有它的因。因此，欲望不是空的。龙树说一切皆空，但并不是。为什么？它内在有东西。内在有什么？它在它的因出现之前不会升起，而这是它内在有的东西。除非因升起，否则欲望不会升起。那个女孩不会想要。随便说，被在鼻子上打了一拳。必须有些美好的东西，你才会对它有欲望。必须有个种子，你才会有欲望。这里看到一个准备要赛跑的人的脚。比赛从哪开始？比赛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是当他们鸣枪的时候吗？还是鸣枪声的第一部分？还是鸣枪声的第2个部分呢？又或是鸣枪声的最后一部分？在鸣枪后大家起跑的时间吗？到底比赛是从哪里开始？而你是找不到比赛开始的时间点的。你以为这个人在起跑线上，但根本没有起跑线。你看他的手指到底有在起跑线上还是没在起跑线上？手指与起跑线之间距离多少？那起跑线的另一边又如何？起跑线到底在哪？龙树就说看吧，有些东西不对劲。第8章，调查行动者与行动，做事者与所做的事。做事者与所做的事，我们来调查做事者与他们所做的事。可惜老师有什么经典例子吗？业力。如果没有我，如果没有麦克，那谁种下业力？龙树说，如果没有我和我的，就没有业力。为什么？因为麦克得在那才能种下业力。那根据你的说法就没有业力了，为什么？没有麦克，我没说没有麦克啊，你有说没有麦克啊，你说麦克从未开始，难道麦克不开始也可出现？然后说是的，你是找不到它的开始。对啊，那就是没有麦克了。好哦，那就没有麦克了，那也没有业力了。对，没有业力。那你还在第1节向教导业力的佛陀顶什么礼啊？你神经病啊！顺带一提，这些不是胡扯。是很深奥的，很重要的。若你能理解，你的咒语就会有效。若你不理解，也许还是能凭借着信念从咒语中得到一点点力量，但得不到完全的力量。你只会得到像是100万分之一的咒语力量。若你不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话，咒语如何运作，业力如何运作，行动如何运作，行动从何开始，谁做的行动，他们开始了什么行动？行动何时开始？是先有行动者，还是先有行动？如果行动不在
行动者之前出现，又怎么能将行动者称之为行动者？因为那时还没有行动啊。有些东西不对劲，这并不是胡说八道。这本书能存活2000年是有它的道理的，而有几百位伟大的人物对它写下论释，也是有它的道理的，是有原因的。这本书有它的重要之处。最后一件事，另外，这里有个妈妈和女儿一起烘焙蛋糕。这对在做蛋糕的母女，他们现在是不是烘焙师？他们不是烘焙师，什么都还没烘焙呢。说什么啊？他们不是烘焙师，他们只是戴着奇怪帽子的人。他们还不是烘焙师，什么都还没烘焙。直到有东西被烘焙，才能说他们是烘焙师，懂吗？但没有烘焙师，又如何有被烘焙的东西呢？若说女孩和妈妈在蛋糕被烘焙之前都不能是烘焙师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没理由把他们称为烘焙师。可是蛋糕没法自己烘焙自己啊，必须有人来烘焙那个蛋糕，因此烘焙师必须出现在蛋糕之前。不，我刚才才说过呢，烘焙师不能出现蛋糕之前，因为烘焙师在没烘焙东西之前不能是烘焙师。如果要烘焙东西，就必须有人先烘焙，在烘焙蛋糕之前必须先有烘焙师，对吗？不，烘焙蛋糕之前不能有烘焙师，因为烘焙的蛋糕出现之前，烘焙师还没出现，因为烘焙师没有烘焙出任何东西。这不是笑话。若你要用药师佛咒来停止癌症，就必须懂得这些道理。是咒语里的哪个字能治愈癌症？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？是哪一首咒语？是第1万还是第9000首？哪一首有效？什么时候有效？你说什么咒语啊？你说什么咒语？直到事情发生它才叫咒语，不然它只是一句话。你也可以说香蕉，若什么都没发生，那就不是咒语。你也可以说 Om Mani Padme Hum，若什么都没发生，它就不是咒语。咒语应该创造奇迹，所以在奇迹发生之前都不可能有咒语，但若奇迹不出现的话，也是不可能有咒语，懂吗？最后剩下几分钟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这个榕树的智论文本是学习一点点梵文的好地方，我把它叫做什么来着？慢慢学梵文之类的。如果你想学一些梵文，而梵文也是你成佛后会说的语言，所以你最好现在就开始学。我们来学一点梵文吧，这是最适合的书，每句都很精简美好。若你想学梵文，在寺院他们就会叫你直接把整本背起来，并不是很难。若你养成背诵的习惯，是背得下来的。类似这样，你是背得起来的，你做得到的。我们来学几个梵文词，以下是我们在前8章里已学过的梵文词语。Tim，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来慢慢学梵文。第一个你应该学的词就是它的书名。对你的老师而言，很尴尬的是，当有人问你在学什么啊，而你回答不知道，但我已经学了3年了。那么可惜老师会很尴尬，所以你在学哪本书 ？Pass Young， 跟着念 Pass Young，Pass Young。这里的 J 发音不是英文的 J， 是低地，俄文的发音才是正确的。Young，Pass Young， 然后有个长 A， 最后的 A 是长 A， 它的藏文是须等，有一个一点的音须等，不是念 shura， 是须等。我们要学习如何拆解一个梵文词，把一个梵文词拆开来，分成各部分，然后就会学习同根词，也就是
对相关的现代词汇。Pra 的意思是在前面，在英文里有 Pra 骄傲 ，Pro 船头，在船的前面向前，所以 Pra 的意思是在前面，变成 Supra 之上 ，Super good 超赞 ，Pra 这里的意思是 Super， 而 Super 来自 Pra。然后这里有个字根，每当你看见平方根的符号，就代表范文字的根样，意思是知道。因此英文词里有个 K， 因为它本来是样而样，进到英文词的 know 知道或 nostalgia 有知识或 can 懂的，就是它是否超越你懂的范围。所以你的理解，所以一样的意思是知道。俄文里有个完美的动词一样 ，yashiyan。俄文比较接近原始的范文，因为它比较接近希腊文。最后要提智慧一词有个阴性结尾，是长 a，prasyan。一般而言，智慧被认为是阴性女性，因为它衍生出各种美好事物。我们再看一个范文词，然后就下课了，耶！很抱歉，课堂都很长，但是我其实并不抱歉。你就该坐着听，跟着说 Pariksha，就是意思是调查，你必须得知道这个词。若你要读那27项调查的话，就是那本自论书里的27个章节。那本叫做 Pasyan 的书有27个 Pari 的意思是环绕，就像 Pari 周围，一般范文的 A 会变成英文的 E， 所以 Pari 会变成 Peri， 像 Peri 潜望镜，就是当你在潜艇里看到海底周围，用的就是潜望镜。Pari 环绕 ，Isha 的意思是去看，是个古老的词，去看。有个德文词 Auge， 就是来自于它，然后再变成英文的 Ocular。或甚至 eye 眼睛一词也来自一下，眼球眼睛来自 aug， 来自 ish， 意思是去看。所以当你去看周围，就是在调查 parish， 所以就是在 parisha， 试着学这几个范文词。目前我们学到了 Pasyan 榕树的伟大著作，以及 Pariksha 是这本书很关键的词，是调查各种概念。我们尤其是在调查为什么药师佛咒有效，而若你想它更有效或更有力量，那就要理解它的空性，尝试理解它的空性。若你真的理解它的空性，这个咒语就能让你可以秒速穿梭于不同世界，同时帮助几十亿人。若你真的能了解咒语的空性，它就能让你成佛。酷哦！下堂课再见，我们会开始新章节第9章。